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各位好，这里是传奇中国，我是大威。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了大量的探索。那么这一探索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然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也是理解中国道路的一些关键理论和概念。但是后来呢，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和探索当中，中国却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当中，社会主义道路遭遇严重挫折。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邓小平在为这个会议做准备的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一些问题，大胆地进行各种尝试。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几十年，我们那个时候呢，跟资本主义相比，却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在经济上还不如他们，特别是人民的生活还很贫困，总体上还处在温饱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就说明我们这些做法上是有一定缺陷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实际上的差距而去放弃社会主义美好的理想，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去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不久一些谈话的记录。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600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一个个沉重的问号，邓小平反复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
一位是三落三起、矢志不移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充满想象的武侠小说作家。两人坦诚地交谈，话题广泛，但却离不开中国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种？总有100多种吧。社会主义没有一定之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1年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成熟的想法和更加清楚的表达。在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这是1980年4月至5月间，邓小平4次谈话节录。4次谈话围绕同一个主题：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正因如此，后来这4次谈话被集纳为一篇文献，收入了《邓小平文选》。这组谈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理论上的答案是如此简单清楚，但现实中我们却为此费尽周折，走过不短的弯路。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政治动员的办法、打妖精的办法、阶级斗争的办法、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这些都不行。因此，小平同志另辟蹊径，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一条路，是没有别的办法以后的选择。正如小平同志在11届三中全会上说的：“如果再不实现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上世纪70年代末，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而掀起了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序幕。但是，改革不仅仅需要勇气和胆略，同时还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智慧。面对质疑，共产党人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敬请收看本期《传奇中国：中国道路》第2集《改革之路》。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11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1年翻了身，有的2年翻身，摆脱了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了放权让利，并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的试验获得了成功，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发表了这样的谈话：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在这一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更加自信地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上却出现了杂音、噪音，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改革开放之初啊，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的局面，但是呢，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可以说是极端的一些右的倾向。社会上一些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的错误，散布种种呢怀疑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必须坚持的4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坚持4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此后的岁月中，邓小平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4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多次谈到4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4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之前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
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3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人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1个中心2个基本点。这一内容后来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陷入了空前的低潮，中国道路的发展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集中发表了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中国的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的改善人生活，这个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对于困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正面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南方谈话可以说是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这个集中体现。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口，邓小平以他的党识、睿智和眼界、阅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做出了明确的、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到这个时候呢，大伙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没有前途，甚至可以说都是死路。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3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2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仍然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邓小平的理论和著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但他从不迷信自己的著作，从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1981年，他在英文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而昌，逆之则亡。如何瞬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3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大胆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的中国道路又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风景。当江泽民为核心的第3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政治舞台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路程，但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逾越的关卡和障碍。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4大报告对中国道路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突破了这条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碍，使这条道路变得更加宽阔、更加畅通。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近代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但由于市场经济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来没有人把它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东方到西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被当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在联合国的统计分类中，也一度把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把市场经济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突破了马克思主义，也突破了所有西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由此，这一经济体制也成为了中国道路一个最鲜明的特色。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江泽民在14大报告这篇重要文献中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
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有一些人曾经向江泽民同志提出：“你们搞市场经济就搞吧，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4个字呢？”他们认为这几个字多余。江泽民同志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江泽民同志的话说得非常明确，我们搞市场经济绝不是搞资本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的叠加、碰撞、融合，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推动着中国的快速发展。14大以后，个体、私营、合作、股份制等各种所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国有企业也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很快，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当时的中国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有的地方呢实现了3分天下有其一，有的地方占据了半壁河山。对他们应该怎么样定位呢？他们和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他们的发展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那请大家明天继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传奇中国，我是大威，再见。